你见过日本最美的日落吗？这里是香川县的父母滨。当潮水退去，夕阳西下，这里会化身成倒映在天空的巨大镜子。濑户内海沿岸纪行第12集，我们在品尝完道地的战旗乌龙面后，要在这里等待一场魔幻时刻的浪漫日落。别担心回程，影片最后还会手把手教你如何搭乘在地的爱心巴士回到观音寺站。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一起把这片粉橘色的晚霞收进回忆里吧。被恰米发现我没有遵守了。我不去咖啡店，我喝不了任何东西啊。我本来想说吃一点点饱，然后去咖啡店又在坐着喝咖啡，但我现在胃一点空间都没有了。一样可以做啊。啊？可是要买东西啊，不买东西这样好奇怪。一样买啊。可是我喝不了，我不想浪费。刚刚吃饱饱走过来，这几年在社群上红到发紫，被誉为日本版天空之镜的绝景胜地香川县的父母滨。在2016年以前，这里其实只是一个连日本本岛人都很少听过的没落海水浴场，但在2017年，因为一张照片在 Instagram 上引爆热潮，彻底逆转了这个小镇的命运。不过老实说，呱呱一开始其实完全没有考虑到潮汐问题，只有单纯查了日落时间就傻傻的冲过来了。还好我们运气真的很好，刚好遇到大退潮，但还是要严肃的建议想安排来这里的朋友，千万不要学我们拼运气，一定要选好最完美的时机。记得先上三丰市观光局官网查阅他们公开的干潮与日落重叠的黄金日期预测表，就能100%顺利拍到这面巨大的天然镜子与夕阳咯。那看得到一颗蛋吗？可以啊。还看得到一颗蛋掉到海面吗？可以。哦，这个其实很干诶，各位宝宝们。哎呀，好小的贝壳哦，好可爱。然后这个沙踩起来蛮舒服的。然后我现在已经全副武装，穿了防风的，因为实在太冷了，我好像冷到不行。哦，那要怎么拍出那种海边的感觉？我其实不太知道。哎，有水中岛，恰米你会拍吗？你研究一下。正常过去拍。嗯？你说我要走过去？对啊。我不会拍欸。就是要去哪里？那你等一下教我。好啊。要不然我们看。我们要看。可是等一下走过去，闻不到你的脚会不会？我穿拖鞋，我袜子也脱了。你呢？就我带了小毛巾来擦脚。哦，好冷哦！吃太饱，很冷，肚子又一直抖，肚子就好痛，肚子好痛。好啦，既然幸运过关，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拍。拍照秘诀第一招，相机一定要放得超级低，摄影师得完全蹲下，把镜头贴近水面，让潮池占据画面的下半部。被摄影者站在潮池另外一侧，利用黄昏强烈的逆光拉出清晰的黑色剪影。这时候如果加点小道具，像是雨伞或气球，或者干脆来个大跳跃，画面瞬间就会充满故事感哟。这片海岸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名字，叫做父母滨。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当地流传着2个美丽的故事。第一个是跟日本家喻户晓的童话有关，这里被视为浦岛太郎的故乡。相传他从龙宫回到人间，独自坐在这片沙滩上，看着熟悉的夕阳，流下了思念双亲的泪水，因而得名。
而如果从历史文献和地方信仰来考证，这里过去曾盛行地藏菩萨的信仰，古人感念地藏菩萨如同父母恩德般，在这里守护着孩童安康，才有了这个名字。不过随着时代更迭，原本带有宗教色彩的地藏故事，在现代观光宣传中被改写成了更温馨的版本。相传古代有许多父母都会带着孩子来到这片平缓、安全的沙滩上嬉戏祈愿，希望孩子能像这片海一样温柔而坚韧地长大。不管是神话、信仰还是行销，这些故事都让这片海滩在千百年前就充满了爱与守护的牵绊。但你可能很难想象，大约30年前，这片海岸差点在旅游地图上永远消失。1990年代，这里被规划成工业填海区，眼看着沙滩即将被水泥与工厂吞噬，当地的居民拒绝妥协，他们在1994年自发成立了父母兵会，决定用最温柔也最坚定的方式来对抗开发，那就是禁滩。这一减就是长达25年以上风雨无阻的岁月。如果没有这份极致干净的坚持，2017年那张改变命运的照片根本无法在沙滩上折射出毫无涟漪的完美倒影。与其说是社群媒体捧红了父母兵，不如说是现代这群居民如同父母般对土地的爱，才让大自然愿意在25年后赐予这座小镇一场回报丰厚的奇迹哦。好，现在走到父母的兵最远处啦。这边的海浪泡泡好小好细哦，慢慢的推，慢慢的推，超舒服的，很美。然后明天恰米说要去全岛，真的很开心，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想去全岛那种小海边的地方。但也还行啊，这张有太阳了，太好了。然后刚刚我跟恰米就是帮那个不认识的人拍照，然后还有帮我们拍合拍。我拍的好看吗？不好，有下面的这个就不错，检讨我，好看吗？我各种到处录影跟抓拍，这个就不错。我帮你录了一小段，这可以，好看吗？这可以。这真的好漂亮，这难怪就是赴天空之境。Alone I spend another night, I close my book, I dim the light, I wait for sleep to numb my lonely ache. No rest I find inside my bed, no rest but yearning thoughts instead. And when I sleep, my heart is still awake. This emptiness I feel within will cloud my head and burn my skin. My mind has thoughts no minister could take. Dreams fill me up with wild desires, the constant hope that never tires. And when I sleep, my heart is still awake.
我等一下还要再来拍一个落日，因为我去年跟佳米去冲绳，然后在美国村的时候，我拍一个落日的行程，然后我不知道落日就是太阳要掉到水平面，我以为太阳有亮就是落日了，反正就是这样，有点难过，所以今年就是要先完成这个目标，然后我们晚一点要再来一 round， 因为我现在碰水想尿尿。哈，看我们可爱的佳米，没有你要怎么办？没有你有今天的行程吗？好悠闲，但很开心，真的超级开心的。这样，佳米的腰已经不行了，很多哎、对啊，爽爽的。很可爱。对啊。其实人没有很多，但是蛮舒服的。如果这种景点在台湾的话，应该就是塞爆了，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哦，然后这里的人很少，因为我们来到很偏乡的地方，所以我跟佳米最近就是非常喜欢在乡下。对，我们是游走于乡下田野间的日本田野间野孩子。然后有一只喵喵，因为他们可是他有那个皮肤病，好可怕。他有点皮肤病。佳米的手要皮肤病了。你要撸它这里，哈，你要撸它这里，然后把它这样子，它会超喜欢的。佳米把猫咪撸到它不想走了，这是一个佳米与猫的画面。它有点皮肤。今天是礼拜。父母的冰，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有人在帮忙拍照，他还很认真的指导他们拍很难的照片。这个有趣，这个有趣。那你去那边看。Sometimes I'm cold as months. 当年顶着寒风捡垃圾的年轻人，如今都成了70、80岁的青蛙庄爷爷。别看爷爷现在拍照这么专业，其实他们原本的任务真的只是捡垃圾。但自从游客涌进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全日本最专业的野生摄影大师。只要天气好，他们就会带着彩色雨伞、透明气球在沙滩上执勤。爷爷们会超级热情的主动帮你拍照，动作指导比专业摄影师还要专业。许多游客想给小费都会被笑着婉拒。对爷爷们来说，以前天天捡垃圾、冷冷清清的海滩，现在能被全世界大老远跑来的人欣赏，就是最好的回报。当你来到这里，拍完照，别忘了真心的跟他们说声阿里嘎多哦。綺麗に撮れました。最後ジャンプしましょう。いいですか？少し間空けて。この感覚で。こっちの段。这里真的是越晚越多人，而且好多人在排队了。然后总共那你要去排吗？总共3个地方在。我们自己拍。我们要准备走去比较远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公车很早，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等它落下来。佳米它完全落下来是6点吗？其实你知道，其实它大概都会提早。都会提早吗？都会提早。好，我现在真的好紧张哦，不会啊，一定会提早。我跟你讲，去年没有看到。6点10分它就已经完全下来了。哦，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那个，所以那里拍出来的照片会更漂亮。那里没有风，对。啊，对，再白一点的那里没有风。
跟恰米现在准备去卡点了，不知道卡在哪里，反正就跟着恰米走就对了。但是走太远，等一下怕回不去，所以我先设了6点的闹钟，就27分跑回去这样。其实应该是没有太多好的。真的哦、还是就是阿北那里啊？现在在等落日。刚刚太阳有一点点就是躲在云里面，但现在有一点跑出来，我希望它可以一直跑出来，因为我今天很期待看到落日。去年跟恰米去那个冲绳美国村的时候没看到，就遗憾。这个都不行，而且都有。恰米刚刚帮我拍了几张，就是真的很像镜子的，好好看哦。但我们今天风有点大，就很难找到完全没有风、没有波纹的。那最旁边那个小蛙可以吗？就是都没有人。看一看那里红色的那我们现在对就是要碰碰运气，看有没有找到小蛙蛙的镜头。可是这个后面比较没有什么人看，这里会不会比较好？看起来会比较好。落日快到啦！这次很多人，就是很多人的落日哦。可爱的恰米。好了，我刚刚成功帮恰米拍到落日了，超级开心。然后我们现在打道回府，准备去搭公车的地方啦。真的很美，就是下次如果有来，你们一定要来拍。巴士来，就是大家如果来的话，这巴士其实都还蛮准时的，不会让你失望哦。然后我家恰米现在在一个小屋子坐着，非常的可爱，偷偷的偷袭它。然后这是一早要搭车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错过了，所以就是这样啊。
就是车站走出来以后的这边，然后就这个站牌不是粉红色的 hut， 然后旁边就是观音寺站，然后我们现在要赶快去赶搭车了。我们现在在观音寺站，然后这里的站长非常有人情味，因为他刚刚还特别跟我们说，我们的车号不是看上面的数字，是看下面的数字，所以我们就是看5到6就可以搭车了。在等车的时候，我们刚刚去买了一些欧米亚给我买了，蜜柑的，就是这种果子，因为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我就买了，因为一直买不到，就是我之前跟夏米去北路买的那种豆沙糖，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去前线沙花，我就说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在飞机上有看到，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前行的酒，然后一包，这样它的小鱼干超大的，有没有？非常的大到爆炸，我就觉得这个应该非常好吃，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的小鱼干。然后最后就是我超爱欧苏苏美的东西，这个是他们店内的欧苏苏美的馒头，叫观音寺的馒头。这样恰米很可爱，因为恰米刚刚帮我看馒头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发现5个馒头600，可是10个馒头要1300，那你要买什么？我就说傻子才买10个，一定是要买5个包装就好啦。然后恰米就呼噜呼噜的就去结账了，就刚刚被我一检查发现，原来那个恰米拿到10个装的了。刚刚又发现恰米一个可爱的点，好了，卡哇伊，恰米好可爱啊。然后其实这个小车站就是不太好，因为它的那个抽油烟机就在我们的后面，所以一直都有食物香。我决定要站起来了，然后等待火车。他们有要去旁边，因为太丑了。这个是4号車、5号車、自由席車でございます。足元7番から10番でお待ちください。岡山行きの自由席ご利用のお客様、足元黄色の番号7番から10番でお待ちください。6号車、7号車、8号車が坂出方面。电车要来了吗？然后这个跟早上是同一款，所以厕所也是同一款。然后我们要进车厢了。然后我们来上厕所，很传统的。现在也是过早上了。我已经上完厕所了，然后厕所香香的，有橘子的味道，我蛮喜欢的。Never to be found, common sense was nowhere around, but it felt nice coming from you. Made me fly, couldn't see the floor, so high above the stars and more. I should worry, but like I've said before, it felt
我跟恰米回冈山晚餐吃这家面，然后再度因为点餐与老板沟通失误，迎来特大份叉烧酱油拉面与美乃滋叉烧饭2份套餐，就是吃很饱的一天。